伊朗遭遇了几年来最沉重的打击，中东局势走到了悬崖之上。就在4月1号遭遇以色列袭击后，伊朗当局誓言要对以色列展开报复。伊朗支持的各派武装更是在4月3号对以色列展开了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向来以钢铁苍穹著称的以色列防空系统，究竟能否挡住伊朗人的怒火呢？今天大兵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个事儿。视频开头呢，大兵先和各位介绍一下近况啊。根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消息，在4月3号晚间，受伊朗控制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已经使用了无人机对以色列海法机场展开了突袭。同日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也传来消息，伊朗掌控的黎巴嫩真主党部队也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数枚火箭弹，以色列境内多地防空警报响彻夜空，北部边境已经是危机四伏。有的兄弟看到这儿啊，觉得问题不大，伊朗方面就派些无人机骚扰以色列，发几枚火箭弹破坏以军设施吗？能让以色列伤筋动骨吗？就算伊朗真的要展开大规模导弹袭击，也得过了以色列防空系统这关呐。毫无疑问，在这场攻防较量中，以色列引以为豪的多层综合防空系统就是最为关键的那面防御大盾。由于身处中东地区的紧张态势中，以色列长期致力于提升防空能力。首先是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以色列国防军大规模装备了美制的 FIM-92 毒刺导弹。这种单兵武器不仅可以支撑局部战区防空，还能守卫关键的军事设施。毒刺导弹虽然只是一种针对低级别威胁设计的短程武器，但其针对飞行速度较慢和飞行高度较低的攻击目标进行了改良。这意味着有效射高3800米的毒刺导弹不仅能够攻击敌方直升机，还能够威胁距离较近的固定翼飞机。根据俄乌战场的一些实战案例，毒刺导弹面对低空飞行的敌方无人机也能发挥出显著的防御作用。如果有人想派无人机袭击以色列，也没有那么容易。如果说毒刺导弹还只是一种初步单兵防空武器，那么以色列国防军的马赫贝特短程防空系统又是一道坚固的防御屏障。马赫贝特呢，是一套由 M113 装甲运兵车搭载的火炮及导弹系统，借助装甲车的自行履带式底盘，车上的防空火炮和短程导弹可以跟随作战部队移动。其火炮系统包含了 M168 火神20毫米旋转机炮。在导弹方面，马赫贝特加装了4枚毒刺导弹，其系统还搭载了先进战术采集雷达接口，可以对作战区域进行监控。而在载具层面，其装甲车本身装有前视红外传感器等光电瞄准仪器。马赫贝特短程防空系统几乎是为对付无人机量身打造的，尽管该系统服役到今天已经年纪不小了，各种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也很难越过它的防御。如果敌军突破了这道防线，那么以色列就会搬出大名鼎鼎的铁穹了。铁穹防空系统是一种专门防御小型快速飞行武器的系统。由于以色列人口稠密区常常遭遇火箭弹和迫击炮威胁，铁穹系统搭载的塔米尔导弹专门针对炮弹拦截做了优化。该导弹呢，不仅装载了主动雷达导引头，还配备有机载自动驾驶仪以及指挥数据链系统。即便是一枚火箭弹飞过去，塔尔米导弹也能紧跟其后，只要导弹距离敌方火箭弹足够近，弹头呢就能依靠前体导引头后方的360度凝视激光系统监测目标。近炸引信系统会让导弹在恰当时机爆炸，一圈楔形的弹片会从高爆弹头周围飞出，摧毁来袭的敌军火箭弹或者炮弹，并且在实际作战中，导弹都是双枚起射，以此保证拦截概率。同时，如果面对多个目标，高度自动化的铁穹系统也会优先拦截威胁人口密集区的目标。截止目前，以军对于铁穹的实战表现感到满意。以色列国防部曾在2020年骄傲地表示，铁穹系统自从服役以来，对敌方攻击的拦截成功率高达 85%。每当以色列城市在晚间遭遇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时，塔米尔导弹都会腾空而起，用闪耀的尾焰照亮城市夜空，将来袭的火箭弹拦截。如果敌方的突袭武器甩开了毒刺导弹，又突破了马赫贝特与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国防军呢还有更为先进的防御手段。
首先呢，就是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其能发射定向激光，摧毁敌军火箭弹和无人机。以色列国防部曾在讲解铁树系统实验时提到，铁树能在各种各样的作战场景中拦截炮弹，甚至反坦克导弹。2022年4月，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更是在社交媒体上夸耀，他宣称以军已经将科幻小说里的武器带到了现实，铁树会是全世界第一个能量武器系统，并且每次激光射击只需花费3.5美元。其实以色列研制铁树系统这样的激光防御武器，就是考虑到铁穹的塔米尔导弹数量有限，如果敌军某天发动了大规模饱和式攻击，铁穹用光了所有导弹，以色列的防空体系就会出现弱点。而塔米尔导弹的造价高达4万到10万美元，以军呢不得不考虑长久防御状态下经济负担的问题。但是如果是铁树这样的激光武器，就不用担心弹药库存和经济花费问题，不管它再怎么用电，那也花不了多少钱。不过呢，铁树系统并非完美，作为一种激光武器，其射程会受到气象条件限制。武器系统在高强度射击后，也会有系统冷却的间隙。铁树呢，终究只能是铁穹系统的助手，而不是什么替代品。以色列国防军正是考虑到了现有防空体系还有弱点，所以又采用了一款叫做大卫弹弓中程导弹拦截系统。如果说铁穹、铁树等防空武器已经能拦住火箭弹和炮弹，那么以军下一个关注的潜在威胁，那就是具备导弹打击能力的敌对势力。大卫导弹不仅能够拦截火箭弹，还能摧毁敌方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每一套大卫弹弓系统都拥有一架垂直发射器，发射器可以装载12枚眩晕拦截导弹，每枚导弹呢造价将近100万美元了。正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与塔米尔导弹不同，大卫弹弓系统发射的眩晕导弹是通过直接撞击来拦截来犯目标的。与一般导弹的锥形半圆形弹头不同，眩晕拦截导弹的前部是海豚型，其中呢内藏有双模式导引头，既有红外成像导引功能，又有主动雷达加持。一般的诱饵弹根本无法干扰眩晕导弹跟踪目标。眩晕导弹在常规的地面发射模式中使用的是2级推进火箭，这就保障了导弹的高速机动能力。由于不需要在第2级火箭装备爆炸引信和弹头，眩晕导弹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更加轻快，速度和敏捷性也比一些单级火箭导弹更好。其最远射程可以达到300千米，足够应付大多数防空作战情景。除了大卫弹弓防空导弹系统，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盟友，也采购了美制爱国者2型防空导弹系统。爱国者2型的防御范围比大卫弹弓更大，尤其以色列国防军拿到的还是增程型制导导弹。这种导弹呢，至今还在被美国雷神公司生产。就算以色列后期防空导弹消耗太大，以军呢也能及时从美国方面得到补给。爱国者2型防空系统对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是以色列国防军尤为看重的。虽然爱国者导弹既能对付固定翼飞机，又能顶住来袭的巡航导弹，但以色列目前遭遇的导弹威胁主要还是来自弹道导弹。如果爱国者2型还不足以应对周边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就会拿出防御盾牌中那最高的一层，也就是剑3防空导弹。剑3导弹呢，在2017年1月投入运营，能够在大气层上利用自身动能撞击敌军飞行物，即便是那些飞行在极高海拔和极高速度状态下的导弹，也在剑3的拦截范围内。与大卫弹弓系统在导弹飞行末期进行拦截不同，剑3呢会直接在敌军导弹高空飞行的中途将其摧毁。就算敌军发射了搭载核弹头的远程弹道导弹，以军呢也能在天空中消灭威胁，不让拦截行动带来的爆炸威胁到地面安全。以色列媒体还曾提到，剑3防空导弹的最大拦截距离接近2400千米，这相当于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到达了东海岸的距离。事实上，剑3导弹的前身剑2就曾在2017年3月的一次行动中摧毁了一枚叙利亚发射的地对空导弹。以军对防空导弹研发的重视可谓是由来已久了。而除了多层次防空系统之外，以色列空军的 F-15、F-16 以及 F-35 都能帮助地面分担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压力。在2021年，以色列的 F-35战机就曾击落过数架伊朗无人机。
除了这些用于作战的武器装备之外呢，以色列军队还运作了一套成熟的军情监测系统。从空中预警机到地面雷达，以军时刻关注着周边地区的军事动向。以色列海军的萨尔5型护卫舰也能通过海基版本的铁穹防空系统为战区防空提供帮助。从海面到陆地，从地面到天空，以色列国防军是支起了一道严密的防空大盾。那么说完了以色列的盾，就该说说伊朗渴望进攻的长矛了。伊朗方面呢，当然也是知道以色列的军力水平的。如果伊朗当局决心对以色列展开报复，后期很可能会升级攻击手段。事实上，伊朗军队能用的武器还真不少，比如2023年亮相的法塔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其射程达到了1400公里，最高飞行速度能超过13马赫。伊朗当局曾经声称，法塔赫能够在大气层内外机动，并在交战时预先摧毁敌军的反导系统。目前世界上所有投用的导弹防御系统都无法战胜法塔赫，并且早在今年1月份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从本国发射了海巴尔杀手弹道导弹，导弹飞越将近1300公里，打击了叙利亚境内的目标。1300公里恰好也是伊朗本土到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所需的距离。德黑兰方面呢，也早就表示过，海巴尔杀手导弹完全能够突破以色列的反导系统。以色列与伊朗关系紧张也并非一天两天了，伊朗军方对如何用导弹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肯定是早有预案。其实这一次伊朗方面的反击从一开始就不太一样了。虽然目前伊朗派系的武装只用无人机和火箭弹对以色列境内做零星打击，但4月3号的这一轮突袭与伊朗之前的行动相比，不但杀气更重，作战目标也更加明确。本次以色列受袭的塔尔诺夫空军基地正是以军存放 F-15战机的地方。作为以色列国土防御的战略要地，伊朗势力此前从未对此处下手。塔尔诺夫空军基地的遇袭充分表明了伊朗此次报复意志的坚决。在这场剑拔弩张的对峙中，究竟是伊朗的矛攻破以色列的盾，还是以色列的盾挡开伊朗的矛？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大兵讨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